Hello， 大家好，我是正正。小伙伴们觉得外星人是否真的存在呢？种种 UFO 事件或许就是他们给地球人发出的信号。人类对于外星人存在的猜测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曾经就在俄罗斯有一个老妇人发现了一个长得不太像人类的宝宝，据说就是地外生命的婴儿。可怕的是，后来她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还莫名其妙的死于一场交通事故。这是什么巧合呢？想想就细思极恐。这是外星人的报复，还是老妇人知道的太多了呢？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别忘了长按点赞3秒钟，和正正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外星宝宝究竟有什么神秘之处。在1996年的夏天，莫斯科以东1764公里的一个地方，有一座小城市，名叫克什特姆。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位叫做塔马拉·普罗维里娜的老妇人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某种小动物的声音。通常在安静的夜晚里面，任何细微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塔马拉循着声音找了过去，发现地上竟然有一个婴儿躺在残骸里面。她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把婴儿包裹在肩带里面带回家中，决定抚养他。其实塔马拉的精神并不稳定，当他抱着孩子走在街上的时候，周围人都对他手里的婴儿很好奇。塔马拉称这是自己的孩子 Alex， 但是其实认识塔马拉的人都知道 Alex 确实是他的孩子，但是早就成年了，而且当时正在监狱服刑。所有人都猜测塔马拉是不是精神疾病发作了，竟然把一个玩具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然而正当大家想一睹他怀抱里的婴儿真容时，所有的人都被震惊到了，因为怀抱里的还真不是什么玩具，而是一个活物。这个婴儿体型小得可怜，长得根本就不正常，头是身体的2倍大，头骨的形状又尖又硬，眼睛也比任何人类的婴儿都要大得多，但是没有眼睑，也没有嘴巴。他有细小的手臂和手指，活脱脱就像是个外星人婴儿。塔马拉并不在乎，他还是决定继续抚养这个婴儿，还起了个名字叫做阿勒申卡。塔马拉每天都会给他喂食，虽然没有明显的嘴巴，但是他似乎能够从脸上的小孔里面吮吸食物。阿勒申卡偶尔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他的手也会移动。慢慢的，当有人试图询问婴儿的近况，塔马拉都不愿意透露太多。有一天，他急忙去找邻居帮忙，因为小婴儿似乎生病了，他很担心，但是邻居们都知道塔马拉的精神有问题。这下看来又是发病了，于是迅速联系了警方。塔马拉被送到了一家诊所接受精神分裂症治疗，没有了照顾，很快阿勒申卡也就去世了。他的尸体被警察接管，开始展开了一系列调查。据说看过阿勒申卡的人描述都不尽相同，大致上来说，他是一个20到25厘米高的人形生物，从外形来看一点都不像人类，甚至有目击者称他一旦被喂食，嘴巴还会变得又红又圆。根据塔马拉的儿媳回忆，这个婴儿一直看上去很悲伤，同时这种痛苦的情绪也会感染身边所有的人。关于外貌特征、习性等等，尽管大家都说法不一，但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阿勒申卡不可能是人类，看起来是个真正的地外生命。此事一出，引起了整个俄罗斯的讨论，众说纷纭，这是超自然现象还是神秘外星人的到访呢？当地一位著名警官弗拉基米尔·本德林也参与到调查中，他猜测这是一个小孩的木乃伊，于是打算进行 DNA 分析，看看能否有重大的发现。随后临床专家跟法医都进行了测试，发现阿勒申卡的皮肤和身体都没有表现出正常人类婴儿的特征。一位儿童畸形学方面的专家补充说，阿勒申卡的身体具有人类儿童不可能具有的特征，即使是产生了严重的畸形，也不会出现类似的症状。专家指出，骨骼残骸当中有太多的不同之处，而不是简单的畸形，尤其是头部由4块明显独立的骨头组成，与正常人类完全不同。这下好了，这一结果基本就坐实了外星人的猜测，一下子这件事名声大噪。除了本国，其他的国家也纷纷开始关注阿勒申卡的真实身份，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还试图制作出类似于木乃伊的复制品，来了解其真实面貌。社会各界都对阿勒申卡事件饶有兴趣，当地的电视台还和警官本德林合作，就是为了能够获得一手信息。他们还一起录制了阿勒申卡的视频，展示了检查身体的过程，来证明这奇怪的外星婴儿的存在。克什特姆这个城市也很快成为了世界各地 UFO 爱好者和研究人员的焦点。不过有许多人都认为这整件事都是本德林和塔马拉家人精心策划的，
但是在这之前，他们并没有把任何新闻卖给任何人获利。接下来，本德林又将阿勒申卡交给了一家 UFO 研究学院，该学院的负责人是著名的 UFO 学家佐罗托夫。对于研究结果可以说是万众期待了，但是佐罗托夫久久没有发表声明。1个月后，一家电视台最终找到了他，向他询问了 DNA 的结果。佐罗托夫这才发表了一则声明，不过相当的离奇。他说自己在把阿勒申卡送到实验室的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艘巨大的 UFO 降落下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一个外星人从飞船上面下来，逼他交出阿勒申卡。于是佐罗托夫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阿勒申卡被带上 UFO 飞走了。对于这个声明，许多人都无法接受，毕竟口说无凭。如果真的有一艘巨大的 UFO 出现，为何没有另外的目击者呢？因此，许多阴谋论也横空出世。有人认为佐罗托夫从来都没有想过做什么研究，直接把阿勒申卡转手卖了个好价钱。甚至有一个所谓的目击者称自己看到过有一对神秘的人拜访过佐罗托夫，很有可能是政府特工。他们带走了阿勒申卡的尸体，还逼佐罗托夫签下了保密协议，禁止对外透露任何信息。但是这些阴谋论也终究是猜测，无法证实。唯一能够确定的是，阿勒申卡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面了。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们会觉得，这件事情难道就要销声匿迹了吗？没有了阿勒申卡，还怎么调查下去啊？且慢，就在1997年，事情有了转机。大家还记得塔马拉当时包裹着阿勒申卡的披肩吗？几年后，瓦维洛夫综合遗传学研究所对其进行了研究，报告称没有残留物表明存在外星物质。然而，他们还发现了许多与人类 DNA 混合的有机物质粒子。此外，研究报告表明，披肩上还有一个女性血液斑点以及酒精的痕迹。这表明很有可能是女性流产之后又用酒精擦拭了，但是阿勒申卡已经不见了，就无法证实这一结论。按照这个说法，阿勒申卡是一个发育不全的胎儿，生下来就被遗弃了。那为何之前的畸形学家专家认为他不是人类儿童呢？郑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发生在1957年的克什特姆核废料爆炸事故。2战以后，苏联落后于美国，开始意识到核武器的关键，于是迅速展开研究和开发计划，大力生产武器级别的铀和钚。但是物理学家的核知识并不充分，赶不上时下的发展速度，因此存在着许多安全隐患。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就在1957年的9月29日，因为液体核废料桶的冷却系统失效，导致液体气化并发生爆炸。爆炸威力相当于70到100吨的黄色炸药，保护罐因而破损，散发出去的辐射物质随着风飘向东北方，飘散了大约300到350公里。这次爆炸之后，苏联紧急撤离了22个村庄，大约有1万人左右。该事故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排行当中位列第3，仅次于2011年的福岛事故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此后，该地区的大气水质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渔民经常会捕到没有眼睛或者没有鳍的鱼，所以阿勒申卡也可能是受到了辐射变形后发生了突变。然而，关于它的头骨，经常会让人以为是外星生命，所以妇科医生伊琳娜·乌斯科娃发表声明。这个胎儿在去世之前大约为22周大，其头颅病理学被称为3叶形颅骨，所以注定是无法存活下去的。在1999年的时候，塔马拉还是挂念着阿勒申卡，他不知道他早已经变成了实验项目，不知所踪。塔马拉执意要回家照顾他，于是选择逃离了治疗他的医院，不料刚出医院就被疾驰的汽车撞死了。许多人都觉得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肇事逃逸案，而是一场阴谋。塔马拉为何会无缘无故离开医院，又恰好突然有汽车冲了出来呢？最终，阿勒申卡的起源至今都无法被确定，因为没有人看到他究竟是被人类遗弃的，还是天外来客。种种调查都显示出阿勒申卡应该还是一个人类。但是抛开这些不说，我们从中能够看到一丝感动，一位精神病疾病患者都能无私的善待疑似外星人的生命，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在整个事件当中，这完全就是个悲剧。阿勒申卡因为畸形被遗弃，但是即使塔马拉精神不稳定，她也毫不犹豫地拯救了一条生命，短暂地成为了阿勒申卡的母亲。就算自己的孩子被当成外星人怪物，她心里还是紧紧地牵挂着。这也许就是伟大母爱的光辉吧。郑郑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可以让小伙伴们感到一丝丝的温暖，让母爱成为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你们前进的道路。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如果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跟关注。我是郑郑，那咱们下期再见吧。